2012年9月、中国各地で起きた激しい反日デモ。そこではたくさんの毛沢東の肖像が掲げられていた。実は中国では近年、こうした場で毛沢東を支持する人々が目立ち始めている。各个人谈那官们99%的都谈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现在，就没有现在的社会主义和太现社会主义。一方で毛沢東の影響から脱却せねばならないと主張する人々も出始めた。毛这个问题，毛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命运。只要在天安门那个毛的头像挂一天，中国就不会有民主，中国就不会有自由，中国就不会有政改。世を去って36年、毛沢東はなぜ再び中国を激動の渦に巻き込もうとしているのか。一天不如一天过来。大家想不想念毛主席呀？毛沢東の評価をめぐって国論が大きく割れる中国。深まる二極化の真相に迫った。中国の中部に位置する河南省鄭州。古くから東西南北の人々が集まる交通の要衝だった。この町で今、毛沢東の評価をめぐる対立が深まっていた。毛沢東支持派と反対派が同じテーブルについて議論を戦わせるサロンがある。中国の中でも珍しいこのサロン。参加者は学者や工場労働者、弁護士や学生など様々だ。このサロンを始めたのは蕭清東さんと袁由香さん。毛沢東時代正反対の立場にいた2人が17年前に異なる立場の人々が意見をぶつける場としてこのサロンを作った。最近ある事件をめぐってサロンの中で議論が白熱していた。2012年9月、鄭州市内の広場で数人の毛沢東支持者が毛沢東を批判したという理由で一人の男に激しい暴行を加えた。毛沢東をめぐっての対立が高まっている象徴的な事件だった。截至目前，中国还是个大火药桶，是个火药桶啊！各种流派、各种观点都在对决，谁也不让谁，好像都是你死我活，恨不得不是你吃掉。其实我对这我很反感，那非得要那个短兵相接，那大刀长矛。好家伙，跟那个回到丛林时代了，那一个民族要弄成这样就完了。我想说，一个民族成天就是不敢有点协商精神。然后这个时候你一党独大的情况更不可能。所以越是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毛当时所讲的这个文革精神，通过这个群众运动起来，然后限制这个党，不依靠这个党，不依靠政党来统治，我觉得今天更有现实性。所以这个方少伟啊，他带出这个东西，他说他觉得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华革命中血液里积极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离了他，你什么都不是。毛沢東は中国共産党の創始者の一人で、建国の功労者とされている。27年間にわたって中国共産党の最高指導者として権力の座に君臨し続けた。毛沢東思想は中国共産党の政治思想の一つとされている。その代表的なものは暴力による階級闘争を肯定する考え方である。その思想に基づいて毛沢東は次々と中国全土を巻き込む政治運動を起こした。
その一つが大躍進運動。立ち遅れた中国を欧米に追いつかせようと、各産業の大増産を強引に推し進めた。そして今も中国国内でその評価が分かれる文化大革命。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党内の資本主義路線を歩む連中を打ち倒せという毛沢東の呼びかけで始まった文革。側近をはじめ多くの幹部が粛清され、数えきれない人々の運命が翻弄された。多くの犠牲者を出した毛沢東の政治運動。近年中国の情勢が大きく動く中、彼への評価は真っ二つに割れ始めた。毛首先是个昏君，我说昏君主要表现在他治国无能。58年大跃进，丰产没有丰收，他思想狂热，乌托邦，一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最后饿死几千万人，4000多万人。他那时候公平，他公平吗？老毛有50-60所别墅，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再过200年，就说哎呀，关于毛泽东这传言，你听了那就是放屁。我们古人有个词叫狂犬吠日。有人告诉你毛泽东50多套别墅，如果这别墅是毛泽东本人的，那这应该是李娜去，李敏住到3所去，而不是3所现在天天开门营业。还有没有谁准备？討論会の途中、一人の熱烈な毛沢東支持者の発言で議論が紛糾し始めた。我叫大宝，面对这个日本这个电视台，我要向这个日本的毛派说，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毛泽东思想，解决世界的问题也需要毛泽东思想。我是一个工人，也是一个毛派，而且是需要，我认为是，中国要发生革命的话呢，我肯定是会有冲锋陷阵的。这30年来，他们搞改革开放，现在这个18大又是说继续高提这个什么特色修正这个社会主义，其实这都是修正主义，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是篡改，对马列主义篡改，对毛泽东思想篡改，这些都是极其反动的。所以中国毛派来说，这些东西将来都要是彻底给它打碎，彻底给它消灭掉。我作为工人呐，我8年的煤矿工人，我今年42岁了，在这个城市无立足之地，也没有结婚，难道我没有劳动？我劳动的果实哪里去了？都是被这些统治者、这些官僚资产阶级剥夺去了，被这些资本家剥夺去了。所以呢，我们要起来造反，要消灭他们。好，我就讲这么多。腐败堕落，发展正在。那即使如此，也比毛时代好1000倍、10000倍。谁愿是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家财产兵仓都弄出去，白馒头也弄过去，而且天天政治开会，人都人逼人。光说怀念毛时代，你愿不愿过到毛时代呀？谁愿意光怀念？你真让你回到毛时代，没有一个人愿意。你发两条，也会一个一个说，既然你来愿意，别，一个一个说。是。我另外说一个，都说关于毛泽东这个时代主义回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恩格斯死掉以后，产生了列宁更厉害，列宁死掉以后有斯大林，是不是？我想斯大林，恩格斯这个包括毛主席去世掉以后，中国或者是世界上会产生更伟大的革命者。好，我的话完了。你拿出自己的判断力，你拿出自己的真善美去追求这个真实的、善良的、美的东西，它不能是人，要追求的不是人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够最后得出结论，它是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好，完了。
有人说毛主席的时代不讲民主，恰相反，毛主席时代是一种大民主，是一种群众发动起来的自下而上的一种，人类最波澜壮阔的一种民主。毛主席这个民主呢，是一种劳动阶级的民主，是让劳动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个民主。看样子，那是很民主，是吧？揭露当官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料，大字报满街飞，随便抓人，随便逗人，各种言论都可以说，很民主。但有个大前提，你不知道，这个公安6条，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其中第2条，凡是投机反革命的明星，张贴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现行反革命，依法惩办。对，你知道这一条吗？如果你在文化革命，你就参加这个会，一网打尽你也跑不了。我可以说，1960该山寨它毕竟进步了。什么是无产战争？有好多一说无产战争，咦，那无产战争多美妙啊！工人农民当家作主，当狗鸡呀！无产战争用经典的话说啊，列宁同意的话，你应该服在地。列宁说过，什么是无产战争？就是凭借暴力而不是凭借法律的专政。这种民主太可怕了，只要再弄一次，那都不是整1亿人了，4、2千万了，是不是成倍？不过。这种民主太可怕了，只有中国完了。我感觉哈，就是说用这个数字来给这个老弟啊来说，那他们心里会想，那就是应该整，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啊，都是地富坊外右，都是应该专政的对象，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个时代啊，真的说实在的，咱们站在一个历史高度，或者是若干年之后再回望，那太血腥了。这个时代，你们这个年龄可能没有经过，那多少人身体身躯一个村死完，你说这个东西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信阳世界就是这样。我这边有朋友记者。你没有资格说，我告诉你们，我们都已经连长。我，别看我也从文科走过来的，我讲个从我皮肉，我亲眼看到、肉眼看到的一个事儿告诉你。我13岁时候，初中2年级，学校中午吃饭的时候，同学们喊去看枪毙反革命。那是1971年，一打三板，2个，像多大了？比他还小。才18、19岁，从车上新车压下来，口吐白沫，面如白纸，人像棉条一样的，2个那个执行那个无解任务的军人啊，解放军把他拖到警场上，一放瘫在地上了，再放又瘫了，后来一人钳子胳膊跪了一场，2个子弹一打，马上火葬场来让开，抬走烧掉了，完了没有，我一辈子。那天中午吃的猪血，我一辈子讨厌吃东西了。完了，不说了。这就是民主。刚才他先介サロンの討論会で毛沢東を強く擁護する発言をした大宝さんは河南省南部の農村出身。16歳の時から村を離れ8年間炭鉱で働いた。その後鄭州に出てきて職を転々とし、今は仲間と日雇いの運搬仕事をしている。朝5時から夜7時まで一人でおよそ10トンの荷を運ぶ生活。暮らしは不安定で何日も仕事をもらえない時もしばしばある。
鄭州市の外れにある出稼ぎ労働者が多く住む界隈。大宝さんは一人でこのアパートに住んでいる。日雇いで稼いだ金はほとんどがアパートの家賃で消えていく。这2万。开始洗凉水主要是为了省钱啊，后来养成习惯了，不洗不行。这是今天挣的钱，200。毛沢東時代は皆平等で貧しい人々も幸せだったと考えている大宝さん。仕事がない日は毛沢東の資料を集め文革時代の研究に熱中している。有时候我看那个文革的电影，包括文革纪录片，那他上上下下都是兴高采烈，都是没有一个会愁眉苦脸，没有一个会这个头发脱发了，不高兴，或者是脸色抑郁那个样子，或者是看到是不正常的人没有，那时候感觉到那时候人的精神健康。一方サロンの中には中国の民主化のためには毛沢東思想を否定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る人々もいる。その一人紀来昌さん、駆け出しの弁護士だ。2012年10月、紀さんは仲間とある挑発的な行動に打って出た。毛沢東支持者による暴行事件があった同じ広場で毛沢東の肖像を破り、その写真を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に載せた。これは中国では初めてのことで大きな波紋を呼んだ。或者网上传言吧，可能中共要把毛泽东思想从共产党的党章中剔除掉。那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啊。因为毕竟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这个无数的罪行，而且与时代也是完全背离的，所以呢，我们想，然后就也是对中共这种好的声音，就是说进步的声音的一种回应，所以我们就施了一个在这个时候搞了一个行为艺术。写真をインターネットに載せた後。脅迫めいた書き込みが紀さんのもとに殺到した。这是活在世上浪费能源了，不是人，请这么多的正义之士必将遭世人唾弃，长得比较傻，等等。这挺重，中国还有杀了的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毛左，就是说还把毛当救星的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没想到这个，看来中国国人还有很多还没有认清毛的这个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当年文革结束之后，刚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对毛有一个讨论。当时邓小平后来是压下来了，就是说一个3期开，就往后不再谈，让后人去谈。现在正好12年，正好是过了30年。30年，其实毛这个问题，毛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命运，是走向自由民主，
还是在旧的专制的体制下原地踏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杆。毛沢東の遺産とどう向き合うべきか。議論の焦点は文化大革命に対する評価にある。サロンの発起人の一人、蕭清東さん。蕭さんは共産党幹部の息子でありながら、文革中は学業を中断され、農村に追いやられた経験を持つ。这个是64年，64年中南局的一些领导人和毛泽东的一个合影。这个是毛泽东不用说了，这是赵子阳。这个后边是我父亲。毛沢東の側近だった蕭さんの父親。大躍進運動の失敗の後、身の危険を感じ始めていた。是对这个共产党前17年的制度和做法不满意的。这其中不满意的人当中有一批，我当时是听说，我没有直接接触，就是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他们要跑到广州去抓乌质朴。社会全体の不満が高まる中、毛沢東の掛け声で党幹部たちへの攻撃が始まった。文革の始まりだった。造反派里头一批人，他们受到压抑，这些人呢也很奇怪，他们有一个分化，本来大跃进主要责任人是毛泽东，但是后来文化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又号召造反。他们对大跃进和共产党前17年的这个怨气呢，就借着毛泽东号召造反的这个机会发泄出来了。所以这些人当中呢，就有一部分至今还怀有文革情节。毛沢東が文革の最中奨励した造反有理。それは弱者が圧政に立ち向かう英雄的な行為とみなされた。その言葉は人々の心を突き動かす響きを持っていた。造反有理を今でも正しいと信じているのがサロンのもう一人の発起人円由香さん。这是个杂技团家属院，这真的是杂技团家属院。来，请进。好，来，请进。房间不堪入目。来，请，来，我接一下，对不起，我今天要帮忙接。哎呀，啊，来，我试一来，我来，请进。円さんは当時鄭州の国営工場の労働者だった。文革が始まって円さんは数十万人規模に膨らんだ造反グループの中心人物となっていった。文革が始まった時、毛沢東が呼びかけた造反になぜ人々はこぞって加わったのか。円さんが当時の様子を振り返る。共产党也是靠造反起家的，但是这个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后，造反这个词儿在中国社会中消失了。在任何除了研究古代历史用的造反话，在现实社会中的话就没有造反这个词儿，而且特别忌讳，任何一个党员都代表党，你都不能反对，你反对任何一个党员就是反党，就反对共产党。那说已经文化革命前这个政治的压抑相当严重了，就是说你在政治上是确实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这一些，就是说共产党当年革命所提出这些东西，都被各级掌权过的各级共产党的这些官僚们都被他们自己都背弃了。毛主席这个批这个50多天是吧？批这个50天镇压反动路线，就是说工作组各级党委镇压群众，这个时候就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痛快。我敢说话了，我敢反对，这党委
也是敢反对，他也是有错误的，他也是可以反对的。为什么不可以？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种民主。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种解放，一种民主。很多网上啊很多东西，一到照片都是哪个领导干部是吧？谁举行的政治委员哪国总理戴高帽如何？这些镜头几乎都是对文革的好像一个代表性象征了。第二个呢，就是知识分子，刚才所说的是吧？知识分子这些，尤其老师啊，这些知识分子在文革初期的时候，被刮破鞋、被侮辱啊、被斗啊，如何是吧？这个残酷局面，这两种呢都是经常宣传的，但是第三种还有第三种是藏文派。就是基本上没有宣传。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广西大屠杀，全这样的藏文派42，清清楚楚，就是这一道笑话的清清楚。就文革中的基本上可以说是绝大部分屠杀和镇压和受害者都是造反这一批人，而且这个凶手就是以叶有为代表的这些官僚，他们才真正的凶手。文化革命中。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把1976年到1977年、78年，所谓这一批解放匪中用的这一批老干部，恰恰在文化革命中杀人最多、压迫人最多、镇压人最多，就这一批人上了台。他们又把这一批他们亲手的罪恶又栽赃到造反派头上，有些含糊的名词栽赃了，把文化革命所有的账都算到造反派头上。而这些账里面，绝大部分可以说95%以上都本身就镇压造反派的，就把这个账又反过来颠倒过来了。这就是文化革命的被基本颠倒的事实。1976年の秋、円さんは文革の元凶とされた4人組に加担した罪で逮捕された。それから10年以上の歳月を刑務所で過ごした。釈放された時、時代はすっかり変わっていた。共産党の2代目の最高指導者の座に就いたのは鄧小平だった。先に豊かになれる者は先に豊かになれ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の下で、世の中は改革開放一色となっていた。那一段时间里，我老子天天想那个死字。那我在监狱里面最黑暗的时代里，就是面临死的情况下，我没有想过死字。但这个时候老子天天这个死字。这时候，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曾经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就这个世界好像到了真正不是前天这个模式、前几年的模式，而真正到了模式，因为整个社会全部都被钱所瓦解了，都堕落了，整个社会都被拉入去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鄭州市内の西側に位置するエリア、かつて毛沢東時代には国営工場が密集し、今もその労働者が数多く住む地区だ。円さんは時間があればこの界隈の公園に足を運んでいる。ここでは連日大勢の毛沢東支持派の人たちが集まっている。
好。哎，你好。谢谢啊。哎，好长时间没见。就这来了。哎，就是啊，就是。我跟你说呀，现在咱郑州市可是出现了有毛一士人物啊。郑州市文员啊，那些右派们，他们成天骂毛泽东，他骂了个逼，他都不知道他吃了谁的饭。这是百姓难干，这是百姓难干。不至于，这些任何事情反对派都有嘛。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只有这个坚持这个中国呀，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够这个强大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真正幸福起来，别的任何思想都不行。爱国不是爱国，是害国的，就是汉奸卖国贼。给老百姓弄的没地方住，现在我住头人我都搬到大西环了，因为西环这是还是房便宜，我一月才450块钱呢，我光租房得400块，掉150块钱我咋生活嘞？我天天去拾垃圾，我天天去拾垃圾。就是这样生活的，胡锦涛，我也都财产满万呢。老贵为民生，到现在没给老百姓办啥好事，什么民生？他净办坏事，不办好事。完了，整天和谐。他教我们他妈的受苦人，这子孙要咋过？教我们那过去的工人，现在教我们和资本家和谐，能和谐吗？妈，整天剥削我们那么下一代。我虽然退休了，才拿了1000多块钱。我58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我拿了才1000多块钱，22次下岗。有病他们不敢去医院看，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好社会。什么小康社会啊？这真是他妈的扯上蛋！工人阶级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把工人打了18省地狱，我们要严惩邓小平。我们想念毛主席呀！大家想不想念毛主席呀？想念！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拥护毛主席时代的共产党。还要求政府一步富下来，不要光唱钢调，实实在在的给人民做点好事，人民才会拥护你。不然的话，人民要打倒你们。改革開放が始まって30年以上経った今、広がる格差への怒りが再び毛沢東という名前を蘇らせることとなった。大到1000反动派。你把这转着脚，你转着脚。他们欺骗老百姓。鄭州で毛沢東の肖像を破る事件が起きた後、その行動に対し全国から支持の声がたくさん寄せられていた。この日、弁護士の木さんたちは会合を開いた。不但呢，我觉得我们中国真正的不仅需要写文章的人，更需要做实事的人。你比如郑州10位年轻的时髦像，这就是很大一个实锤。就到底看他们有什么成熟能力。所以我就觉得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就应该说很难交流。一般的话，他们就是一段谩骂威胁。当然，我觉得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内心的虚弱和恐惧。如果我们连自己安全都不安全，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一切事情，你一定要抓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在它的宪法框架之内。在宪法框架之内。我在办网事违衡的时候，谢老给我提了几点，他这个铁律啊，你要办网人注意点。第一，你切记不要去提出推翻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不要去反共产党。第二，不要去谈军队国家化。第三，不要去涉及外交。第四，不要涉及敏感东西，你就谈历史。历史就是很大一个启蒙。
啊，很大一个起步。所以说我这一生这些年做一件事，就是皮毛。作为一个民间社会，安全当然是难以确定的。你是否安全是当局做的，而且你做事的这个范围，你的安全不是当局宪法给你划分的，而是前人很多在监牢里，他冲进去，冲完之后才往前扩了一点。在某种程度上，风险是自认为可以承受，你认为可以承受是可以做。比如撕毛像，当时撕毛像撕完之后，我当时判断最少喝茶，甚至有可能拘留到劳教，这个风险是当时存在的。我觉得做好自己，那么中国才有希望。不断的来，就像你说那样试水，不断的然后推进，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国才有希望。转型的话，才有一个牢靠的民间基础。转型的成本也会降低一些，也会顺畅一些。只要在天安门那个毛的头上挂一天，中国就不会有民主，中国就不会有自由，中国就不会有政改。所以我们一直坚持一个虎视眈眈，头向下强。为什么？就是做一个扣底的事情啊！只有这个扣底，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年轻人、中年人免于恐惧，不再恐惧，中国才能进步。我们现在整个的现在仍然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活在毛泽东阴影之下。不管我们的在未来的这个前进道路上有多大的风险，有多大的这个恐惧，但是历史不会再走回头。绝不会再回到毛泽东时代。日雇いの仕事をしている大宝さん。毛沢東支持派の仲間と語り合うとき、テーマに浮かび上がるのは、ここでも今の中国の格差問題だ。但是我感觉刘娟都编的不是太好，因为编的很多都是那个政治经济学那个教科书，占了很大部分，占了其中有200页好像。那刘娟。搁这儿啊，好像那个编的不是太好，错别字还可出来一个，是吧？都电子版的，人家编的还可好嘞。好啥？我看到刘娟不咋样。今天面临的这种社会矛盾，这两极分化这种程度，从3、4年前、2、3年前、08年、09年，这个很多这个学者引用了大说字儿。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到11年底，这个数字变为0.02%的人拥有70%的财富。共产党已经没有掌权的道理了，因为在毛泽东领导下，共产党把地主、把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了、赎买了，是吧？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合理性所在。共产党存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政权存在。就是剥夺了所有者的财产，是吧？把它转化为集体经济和全民经济。共产党这个政权建立的时候这样做的，今天你直接的管理又把这些财产据为己有，你看继续打着毛泽东旗号，打着中华民国的这个旗号，是吧？你没有道理，是吧？你就是犯下了原罪。我看他妈的，他连字典都理解不了，他不讲有字典，国家给他发布的字典，先给了领导人中央委员院发一本字典，共产党发布的字典，说啥叫共产党，啥叫社会主义。这些人都是败类，垃圾。共产党的都是垃圾。刑事犯罪集团。毛泽东一死，真是这群杂碎。
文革を直接経験していない大宝さん。現実に対する不満が募る日々の中、毛沢東が唱える暴力革命こそ自分たちを救う道だと信じ込むようになっている。他们还要必须把他的血肉付给这个城市这个富丽堂皇。在这个时候情况下呢，你知道吗？我是遇到很多生生死死的这些东西。30多了，34了都没孩子，都是他人性好啊，看到生命不能叫他死啊，他才捡回去了。那是还是冬天了，冷的，小孩冻得哇哇的哭，他也抱回去，这养了10来年。这小孩这上高中都毕业了，都参加工作了嘛，都是在万科来这个跟人家看门市嘛，都是店员，都是1个月1000多块钱店员。这个小妮对他也很孝顺的，因为他是捡的啊，不是他不简单了，他都死了，对他也很孝顺。但是这女孩们长到17、18了，这他亲手从小这么大一点抚养大的，他对他有感情了，虽然不是亲生，他很有感情的。我得给我这个小孩，我得给他买嫁妆啊。他们一天都写4个人都写500-600吨，4个人呢，4个人写多少？500-600吨呐，500-600吨啊！一个人一个人都80吨了呀。他们8个人嘛，8个人写600吨，连续3天都是这样。你想他身体又不是很好了，对吧？身体又不太好，回家喝2两嘛，喝2两不坏事，睡到半夜都死了。这应该是累死的，这是应该是活累死的。他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是密县的，他原来也是个密县的煤矿多嘛，他在密县下煤矿，一不小心这个2茬弄掉一下，当场都是这个皮口弄打了嘛，弄打了。这个老板说：“我叫你给我讨价还价，你还叫我酒给我翻了。”当场上去就打，一直捶头，光捶他头。拿什么？直接捶头，直接这样捶头。当时捶他头，一会儿打趴那儿了，打趴从那以后他都傻了。再我说他像他这种生命状态的这种人，谁能去给他主持正义呢？是不是？谁能给他主持正义？没人给他主持正义，对吧？没有人。2012年11月8日、5年に一度の中国共産党全国代表大会が北京で開かれた。党の指導者の世代交代が行われ、毛沢東から数えて5代目のリーダーが誕生した。毛沢東思想は党の重要方針から外されるのか。しかしその点には触れられず、これからの方針はこう表現された。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大会の後、鄭州のサロンでは大会についての討論会が開かれた。对18大是没有任何正面的一个评价的，没有一句好话给他说的，是吧？他给人带来的是绝望，他自己未必没感到绝望，绝望，他没路可走，无路可走，现在这个状态。他以前资源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开放改革了，他资源已经耗尽了。党代会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形式，没有一次党代会能改写议章的变一条路线，没有。所以这是个常识。所以说，了解这个常识的人，恐怕这就不报什么。你不就党代会就这个形式嘛，是吧？就是过个场嘛，换一个人嘛。你说你报那么大希望干什么？是不是？これまで激しく対立していたサロンの毛沢東支持派と反対派。どちらも政府方針に自分たちの声が反映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しただけに、この日、失望感に包まれた。
它这个实际使用主义，它就是原先的这个活力、动力啊，这些东西都不在他们，他们只能提出来一些平庸的、大致的，就是说差不多的那些东西。真正具体的动力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底下。你底下纪念毛多了，他就会讲一些毛的东西回应。底下就是说觉得他国有垄断太厉害了，他就会做一些这样的这个反应。所以我们看18大很多程度上是来自于民间对他们的压力的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我们看18大更要看到就是我们力量以后怎么更多的参与到社会当中，怎么才能决定中国的这个前途在哪？因此，我们即使把习近平的能力、这个魄力和其他条件都估计过高，恐怕他也是在这个执政史上最困难的一个班子，恐怕要替他考虑，没有比他更困难的一个班子了，是吧？而且他遇到了国内国外的矛盾和问题是积压的越来越多，他自身的力量越来越有限。恐怕刚才我已经说了，他面临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强大利益集团恐怕不是你一个政治常委、政治委员能主动的，你各方面都受到牵制的。所以说，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刚才几个人谈的是吧？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把眼光还是放下去，是吧？不要眼光老瞅着他们没有多少好看的东西。不走江壁风化的老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个老路，因为这个老路已经彻底破产了，已经进入历史教科书了，在现实社会当中不存在了，所以这一个宣言是废话，是可笑的废话，根本不存在了这条路。那么第二条路呢？不走改其一致的邪路，这句话讲的是政治体制。他这个改其一致的邪路是指的什么呢？他羞羞答答不敢说，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之路，他不走这个路，而且他认为这个路是一个邪路，道德沦丧，信仰这个失缺，腐败遍地，这样一个矛盾激化，这样一个火山口上苟延残喘。所以好戏在后头，祝大家把身体搞好，都能看到好戏。这位朋友。2012年12月26日、鄭州では毛沢東支持派が毛沢東の生誕を祝う集会を開いた。会場には演説する大宝さんの姿があった。毛主席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彻底革命的精神就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毛主席万岁！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继续革命万岁！万岁！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沢東が亡くなって36年、その遺産は今なお中国を揺るがし続けている。